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马拉松资产管理公司和韦伯斯特金融公司正接近达成一项私人信贷合作关系，这是直接贷款人和传统银行在增长至 1.7 万亿美元资产类别的领域合作的最新一例。下面这条，麻省理工学院开发了一款名为 RoboGrocery 的软体机器人系统，该系统结合了计算机视觉和软体机器人抓手，能够根据不同物品的形状和大小对其进行分类和装袋。下一条，网络保险费率正在下降，因为企业在遏制网络犯罪损失方面变得更加熟练。尽管勒索软件攻击正在上升，多因素认证等增加的安全性措施帮助降低了保险索赔。保险公司提供网络保险的意愿增强，也导致了价格下降。即使攻击正在增加，欧洲是全球网络保险市场增长最快的地区，但小企业购买网络保险的可能性较低。接下来这条，7月全球房地产巨灾在保险费率从不变到下降中高个位数百分比，此前多年保持上涨趋势。接下来，韩国制造业活动增长加快，达到2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新订单因全球需求改善而激增。让我们关注6月份日本制造业活动维持不变，需求疲软，日元贬值导致企业面临成本上涨的压力，新订单继续萎缩，但未来产出预期有所上升，进口价格上涨导致制造商提高售价。下一条，澳大利亚职位广告连续5个月下降，反映了需求放缓和经济增长放缓导致的劳动力需求下降。第二季度职位广告比第一季度下降 7.1%， 尽管职位广告比1年前下降了 17.6%， 但仍比疫情前高出 17.8%。 下一条，亚股受美联储利率预期影响而疲软。欧元在上周末法国大选第一轮中极右翼政党得票率低于预期后小幅上涨，美联储加息的时机仍然是市场关注的焦点。下一条，2023年日本全国地价创2010年以来最大涨幅，平均上涨 2.3%。 东京、北海道、冲绳等29个县市地价上涨，福冈县涨幅最大 5.8%。 东京银座地价连续39年保持全国最贵。让我们关注谷歌入股黑石基金旗下台湾太阳能公司，计划购买高达300兆瓦的可再生能源，以减少自身及供应商的碳排放。下面这条，人工智能可用于帮助人们起草电子邮件、制作概念艺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冒充受害者朋友或亲戚进行诈骗。防止此类诈骗的建议，警惕克隆语音，不轻信未经证实的语音信息。下面这条，中国基准债券收益率跌至历史新低，因投资者对国内经济悲观情绪和对进一步刺激预期的影响下继续抢购债券。接下来这条，波音重启对中国的宽体飞机交付，此前由于中国监管审查而暂停，所有波音飞机的交付计划现在都将恢复，包括777货机和737 MAX。 让我们关注波音公司以83亿美元全股票交易收购精神航空系统公司，试图解决其制造缺陷问题。空客将接管部分为其制造零部件的精神航空系统公司，并支付1美元的象征性价格，同时获得 5.59 亿美元的补偿。交易预计将于明年年中完成。最后一条是，中国高股息率股票受投资者青睐，因经济前景低迷导致投资者不愿转向成长股。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